穿越成了一个被下放西北的知青，雨季提前，没吃没喝。难道我刚穿越过来就要饿死了吗？就没有什么吃的吗？检测到宿主需求，已为您开通物品兑换系统。在这里，您可以用唾手可得的物资兑换一切，祝您在异世生活愉快。兑换一切，吃的能换吃的，让我试试。包子，当然得是包子。包子。活过来了，这系统也太万能了吧！哎，看看里面还有什么？猎枪、床、小洋楼，一只兔子就能兑换这么厉害的东西。有了这系统，就再也不用担心生活了。猎枪还有神射手能力，我都要。事不宜迟，现在就要去打兔子。我做的这破陷阱，居然还真抓到了兔子。行，现在就换了它。哎，当然是兑换神射手能力，毕竟撞大运的事儿不可能每天都发生，还得自己有能力才行。哇，这枪可真新啊！有了这个，抓兔子还不是分分钟的事儿。再打几只兔子回去吃，还能换一床新被子。啊，竟然还有狐狸！哇，一箭双雕啊！检测到物品射弧，开启兑换。无限子弹、玛莎拉蒂，还有黄金，先来个无限子弹玩玩。嘿，系统还真挺靠谱的嘛！救命！呼救声！救命！谁来救救我！救命！救命！刚好试试新子弹的威力。你没事吧？是你把狼打死了吗？死了。多谢同志出手相救。你是知青？怎么敢一个人到森林里来？这林子里狼很多，太危险了。是知青。昨天我妹妹突然发高烧，我就想着来这山上采一些能退烧的中草药，没成想啊，这天太冷了，地上的草都冻枯了。退烧药也不知道系统有没有。这草药找不到的话，我妹妹的病该怎么办呀？也是一个可怜人啊。哎，我也是被安排在这开荒的，我可以跟你一块儿去看看你妹妹，兴许可以帮上点忙。这怎么好意思呢？今天还多谢你救了我呢。哎，大家都是过来讨生活的，互相帮助是应该的。走吧，烧这么厉害，要是没有药的话，3天都撑不住。要是有药就好了。一张狼皮兑换退烧药20片，加医用酒精1瓶，是否兑换？狼皮刚打了一只狼，你先别着急，我有办法。这皮还没剥下来，也不知道能不能换。检测到一张完整狼皮，是否兑换退烧药20片，加医用酒精1瓶？兑换。检测到兑换物中有狼肉、狼骨，已置换成急救药箱。给退烧药。你太厉害了吧！先给他治病要紧。林同志，谢谢你。虽然我在学校学过医术，可到了这荒郊野岭，没药没器械，连野菜都要挖半天才能填饱肚子。我这些医术实在没有用武之地呀。我明白这药在这环境下多么珍贵，
你把这药给了我妹妹，我愿意把自己递给你。不用，举手之劳。这地方虽然人少，但是总有个头疼脑热，你不如用你的医术去换一些柴火、粮食什么的。能帮的我都帮了，往后的日子还得靠他们自己的造化。行，我先走了。这刚换的被子看着就暖和，趁现在雪还没下大，得多打些猎物存着，不光可以自己吃，还能去兑换其他的物资。新增兑换任务1：3000克黄金，兑换海青岭全域资源地图，含地形、猎物栖息地、矿产分布标注。兑换任务2：3000克黄金，兑换坦克1辆。黄金？对了，黄金。赤狐兑换黄金的那个任务还在吗？任务一经发布，永久存在，随时可调出。兑换选项3：一只赤狐兑换5000克黄金。那快帮我兑换！有了这黄金，我就可以去兑换其他的物资了。不过坦克就算了，根本用不上它。不过这地图是有什么魔力啊？竟要3000克黄金才能兑换，等同于1辆坦克的价值啊！不对，海青岭不光有荒地，还有矿啊，有煤矿、铜矿，甚至还有金矿。要是有了这个资源地图，不管是承包土地还是开发矿产，都会抢占先机啊！换3000克黄金换10000两金，这怎么看也不亏啊！哇，这地图标的也太精细了吧！野猪窝在哪都标出来了，这简直就是藏宝图啊！有了这地图，打一只野猪还不是轻而易举的事儿啊！哎呀，这野猪啊，打着倒是轻松，就是扛起来太费劲了。哥，那个人真的是林峰？那小子居然真打到野猪了！哎呀，肯定是走了狗屎运，之前连只野鸡都打不到，指不定是偷的谁家的。林峰，这个野猪可是我们哥俩先发现的。刚才我们追着他进了林子，他扭头就不见了。怎么到你那儿了？赶快拿过来！识相的话，就给我把野猪留下，再给我兄弟俩拿点粮食。这事就算了，要不然的话，就别怪我们对你不客气。看到了就是你们的，我怎么没有看到你们俩开枪的痕迹啊？这些人欺软怕硬，今天盯上了我，得好好给他们个教训。你小子嘴还挺硬，哼！看我今天不好好教训教训你！看我今天不好好教训教训你！不是要揍死我吗？怎么自己先倒地上了？哎呦，敢打我兄弟！看老子今天不把你屎打出来！你们刚才说要怎么对我不客气来着？大哥，我们错了，我们再也不敢了。这个野猪归你，我们立马就走。对，我们再也不敢欺负你了，求求你放过我们吧。以后要是再让我看到你们欺负人，或者打我猎物的主意，我就不是那么简单的教训你们了。真是浪费时间。不过让他们这个村的人知道，我林峰不是那么好欺负的，省得以后再来找麻烦。这野猪少说也有110来斤，扛了走了半里地，胳膊都快不是自己的了。太阳还没有偏西，找到第2只野猪应该不成问题。
皮印还没动印，看样子离开没多久。等你半天了，千万别让我失望啊！新增兑换任务一株百年人参，兑换加厚版牛皮防寒套装，抗寒能力远超普通兽皮。兑换任务2，一株百年人参，兑换铜质捕猎陷阱，可自动捕捉野兔野鸡。这系统早不出来晚不出来，关键时刻添乱。百年人参，这荒山野岭的，哪有那么容易找得着？真是耽误事儿。等等，资源地图上会不会有？哎，还真有，这地图还真靠谱啊！这家伙吃的这么香，短时间应该不会走远。我先取人参换防寒套装。就在这儿，可别挖到根须，这可是宝贝。哇，整整2根儿！这下防寒套装和捕猎陷阱可以同时兑换。果真暖和不少。果然，系统出品必属精品。先把野猪给拿下。完美。哎呀！检测到2只野猪，是否兑换加厚强体材料包？兑换。这强体手感摸起来比之前结实了不止10倍啊！再去外面看看。里面变化那么大，从外面看还跟原来一模一样，既保暖又不折眼，简直完美。趁天还没黑，把陷阱布在兔子常出没的地方，以后打猎就能省不少力气了。这陷阱的隐蔽性够强，明天早上准能有收获。苏知青，你别装硬气了，这荒郊野岭的，没粮没柴，你们姐俩能撑几天？不如跟了我们哥几个，保准有吃的。就是，拿不出粮食，就拿出身子。你们别胡来！你们再这样，我就喊人了。这地方你喊破喉咙也没人来。今天你俩谁也别想跑。住手！你是谁多管闲事儿？林大哥，怎么是您啊？是林大哥，我们刚才没看清是您呐。这2个女人原来是您的呀，是我们眼瞎。看清是我就歇火了。如果我今天没有来，你们是不是得逞了？这，我们再也不敢了。以后碰见苏知青姐妹，我们绕着走。对，以后我们再也不敢骚扰他们了。我们这就走。滚！再让我看见你们靠近这里半步，我就打断你们的腿。谢谢你，林同志。他们之前在山上的时候就骚扰过我一次，我以为躲回住处就安全了，没想到他们还找过来了，真是吓人了。别怕，以后啊，他们不敢再过来了。有事啊，你就直接去找我，或者是直接喊一声，有事儿我肯定帮。林大哥，你真好，刚才我还以为……哎，别想了，把被子盖好，别冻着了。我去外面帮你们把地上的碎片收拾了，再给你们拿些吃的过来。差点忘了那个事儿。柴胡、黄芩，还好这2处离苏家不远，看能不能帮上他们。哎，
你来看一下这个，或许对你有用。这个地图上标注了柴胡和黄芩的具体位置，离你们这儿不远，你们到时候可以去把它采回来。这个太好了，林大哥，有了这地图，我就能去采一些草药，混些粮食，以后要是有个头疼脑热的，也能有个应急的法子。记住了吧？别这么客气，等你们啊采回来以后分我一点就行，到时候我留着以备不时之需。一定，明天我就去采，争取呢多采一些，让我和妹妹过个安稳冬。行，那我就先走了，你们记得吃兔肉啊，就不打扰了。这一定是捕到东西了。好家伙，真没让人失望，这陷阱的效率可真高啊！一天时间就捕到了5只，这以后吃食不愁了。但是这一次性捕了这么多，一天也吃不完啊，放久了肯定会坏。要是能把它给养起来，或者有办法存住就好了。置换选项更新，选项1，3只活兔可换大型兔笼1套；选项2，3只兔肉可换肉干制作方法大全，附赠5香、麻辣2种香料包，可快速制成鲜肉，延长保存时间。这刚念叨着需求就出选项，这系统也太及时了吧！先换肉干制作方法，熏好的肉条不只能自己吃，卖给老乡也是不错的。等以后饲料来源稳定了，到时候再把兔子养起来也不迟。原来肉干的制作方法有这么多种，那以后打到的猎物都有办法给储存起来了，实在是太好了。这香料放的多就是不一样，一点腥味都没有。书里的方法也不错，用火熏的方式做肉干，又快又好。哎呀，是林峰同志吗？我是隔壁村的猎户老张。哦，张叔，你好，你好。哎呀，大老远就闻见这香味儿，这大冷的天儿，肉香都飘到林子里去了。小林同志，你这是在做肉干吗？啊，是做熏肉干。哦，我刚把肉放上去，还得熏个大半天才能好呢。我长这么大呀，都没闻过这么香的熏肉干儿。以前村里面做肉干啊，都是切了之后挂树上风干，从来没这么香过。这年代物资紧，谁家做肉干都得省着来，哪像系统给的香料包，配料啊足得很。这是自己瞎琢磨的，想让这个肉啊能存放的时间久一点，能更好吃一点。是。林同志，等你这熏肉做好了，俺能不能用粮票跟你换点？你这肉闻着香，我想让家里的娃和婆娘都尝尝。俺这儿还有半斤粮票，你看。哎呀，张叔，客气啥呀？正好我缺粮票，这光吃肉啊也不行，还得吃点米面汤才顶饱。等我这个肉干熏好了呀，我给您啊多盛点，带回村啊给大伙分了，都尝一下。哎呦，真的，那可太谢谢林同志了。我这就回去跟村里人说，要是他们觉得可以，肯定会常来给你换。咱们都是在大山里面讨生活的，互相帮衬是应该的。往后土改政策要是到了这儿，咱们还得一起找路子呢。对，这些猎户熟悉山里的情况，现在耍好好感度，等以后开发矿产找资源，他们都是能搭把手的好伙伴，可比这些肉干金贵多了。哎，张叔，刚好啊，我明天要出去办点事儿，到时候我把这肉干给你送村里吧，省得你来回跑了。真的，那可太好了，不愧是知青，还是你想的周到。那我先回了啊，行，慢点啊。吃着肉干，还有弹簧床睡，再要有一部手机，就太棒了。这么晚了，谁会来啊？哎，苏同志，你怎么来了？哎，来，快进屋，暖和。林同志，您的地图可太管用了，我按照上面标注的地方挖到了好多柴胡和黄芩，这些都给你了。要是没有你的话，我还找不到这么多呢。这么多，
你分我2成的量就行了，我哪用了这么多啊？你这屋里可真暖和，不像我们那屋，夜里裹着被子还冻得直打哆嗦呢。坏了，忘了这茬了。我刚搬过来的时候就是这个样子。举世盖房子的时候，它用料比较扎实吧？你这床上用品也太新了吧，看着就暖和，不像我们那被子啊，都打了好几个补丁了。这都是我用我之前打的猎物跟老乡他们换的，他们家里啊刚好有多余的布料，就拿着这些布料跟我换了一些野兔。我昨天用现成逮了2只兔子，用烟熏的方式做成了肉干。今天下午还有村民拿粮票跟我换呢。肉干还能换粮票啊？那可太好了。对，我明天啊刚好要去村里给村民送肉干，你要没事的话跟我一块去，把这些草药也带着，说不定也能跟村民或者是猎户换一点粮票、米面什么之类的，总比放在家里强。真的吗，林同志？那可太好了！我正愁这些草药没地方换成粮票呢。要是能把它们都换成米面的话，那这个冬天我就再也不用和妹妹为吃的发愁了。对，一会儿你把这也带回去，明天带着过去，多换点粮食才实在。那行，那我把这些草药拿回去洗干净。明天见，林同志。明天见。不知道今天能换多少。张大哥。林同志，可算是把你等来了。这是小苏同志吧？这里是草药，不知道能不能跟村民们换点粮票。那可太行了！前段时间降温啊，村里面好几个娃娃都发烧感冒，这没药治只能硬扛，大家正发愁呢。咋不去公社的卫生部换药啊？按理说这冬天快到了，应该多备一些常用的药材。哎呀，可别提了，卫生部的药早都已经供不应求了。前2天我去镇上赶集，听说那送药的车在山上翻了，这药撒了一地。听说那送药的车在山上翻了，这药撒了一地。估计这2个月啊，咱们这附近用药都难了。地图上标注的草药点可不止那几处，要是趁雪没下大，多采些草药存着，既能帮村民，自己也能换更多的物资。这么说的话，草药紧缺，我们得趁天气好的时候多去采一点备着才行啊！对，好，我这就带你们去工商社门口，那人多换东西方便啊。行，走，走。乡亲们，这小林同志在山上采的草药，还有这肉干，都来看看啊！这啥味儿啊？这么香！林同志，这是肉干不？你这肉干咋这么香呀？比我们自家风干的香多了呀！大娘，这是熏兔肉干，用松脂熏的，不仅耐放还香。大娘，如果你想换的话，2斤粗粮票能换1块；如果您要是有细粮票的话，1斤就能换。那我这有1张细粮票，再添张布票，能不能多给1块？我想给孙二和老头子都尝尝。行，好，来，来，拿好。林同志，俺要3块，俺这儿有5斤粗粮票，还有1张邮票，您看够不？俺家小子发烧刚好，得补补身子。行，来，拿好。同志，你看我能换点这个黄芪吗？俺家娃发烧3天了，俺这儿有半斤粗粮票，还有张糖票，你看能给换1块不？行，这黄芪呢，煮水喝退烧快。婶子，你别急，这2捆呢，够煮2、3次的了。好，给婶子。这有换肉干和换草药的。同志，这都怎么换呀？大家伙别挤啊！这肉干跟草药多的是呢啊！刚买完的也别着急走，跟后面的说说这味道怎么样啊？让！哎呀，怎么就剩这么点了？俺还想多换一点呢。林同志，这剩下的俺都要了。好。那好，同志，别急啊，我下次还来呢，等下次来了再接着换嘛。林同志，你们下次啥时候来呀？俺下次一定早一点过来呀。我和苏同志，俺俩都商量好了，每周来2次，每周的周2和周5的上午，就在这个供销社门口。太好了！好，不管刮风下雨还是下雪，我们都在这儿等着你，可别让我们盼着呀。是啊，就是。俺下次一定多带点票，多换点肉干。好。慢走啊，慢走。好。你看着。怎么样，乡亲们实诚吧？以后你们常来，这东西不愁换。
多亏了乡亲们，我和妹妹终于能吃到好几天的细粮了，再也不用顿顿吃野菜了。哎，张大哥，多谢谢你啊，帮我们吆喝了一上午。下次我免费带2块肉干给你尝一尝。哎，那都是小事儿，以后你们再来，我还帮你们吆喝。哎，那太好了。姐，你真换来票了，这得有10多斤吧？还有布票，姐，你真厉害！这些都是林同志的功劳，要不是他告诉我草药的生长地，我还采不了这么多呢。谢谢你啊，林同志。姐，我身体也好的差不多了，明天我跟你一起去采草药。林同志，这票你得收下一半，要不然我这心里实在过意不去。不行，这些票都是你们采草药换回来的，我哪能要你们的票啊？你们姐妹俩冬天要用的地方多，自己留着吧。林大哥，你拿着吧，草药我和姐姐还能去找，粮票我们也能换，这些你就收下吧。那行吧，那我就收下了，多的我真不能要了。这才对嘛。那我就不打扰你们了，先走了。你看。粗粮票15斤，细粮票3斤，布票3张，还有邮票2张。哎呀，这么一会儿的功夫就换了这么多，照这个速度啊，冬天不仅可以吃饱穿暖，还能够攒点物资。明天就把陷阱放下去，周五还能再换一点。新增兑换选项：10斤粗粮票加2斤细粮票加1张布票，兑换青海边缘区政策精准解读及未来发展趋势报告。政策解读还有未来发展趋势，这个是比资源地图更重要的东西。有了这个东西，就等于拿着答案考试啊！兑换，必须兑换！精准到每个季度的政策节点，马上就是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，改革开放。有了这玩意儿，属于我的机会就来了。等一下，11月青海边缘区首轮荒地承包启动，这才刚10月中旬，满打满算就剩半个月。报告里还说，过去矿产勘探会优先核查已承包地块，这简直就是为我量身定做的机会。就是这儿，表面是连片荒地，底下藏着浅层煤和铜矿。先承包下来搞开垦，等政策允许开发矿产了，我就是第一个吃螃蟹的人。之前换资源地图用了3000克，现在还剩下个2000克。这年代承包1亩荒地也才几分钱，就算这片地有个110来亩，2000克黄金也绰绰有余了。明天一早我就去找土地改革的同志，先把土地的承包权攥在手里。有了地，有了矿，往后在这70年代的荒野里，才算真正有了根基。这2样东西啊，可是比金子还重要，得把它们放好才行。今天是个好日子呀，心想的事儿都能成。1000克黄金应该能换110来亩荒地，再加上周边的零碎地块，这买卖稳赚不赔。先去公社合作社把事儿办了，免得夜长梦多。你好，这位同志，看你面生啊，你也是来咨询荒地承包的？最近来问的知青可不少，都想着呀选块好地呀种麦子呢。同志您好，我是海清岭知青安置房的林峰，想承包一片荒地，就海清岭西侧那片，挨着野猪沟，往南能到松林边的地块。你说的那块地，那是个土层薄、石头多的荒坡呀，那长个野草都费劲，你怎么选那块地呀？你看，这旁边有块临河的好地，土层肥沃，还临水。你看，不用麻烦了，同志，我就想选这片。好，行，
既然你选定了，那我就帮你算算。这块地啊是120亩，按照政策，首次承包每亩每年是5分钱。管理费先交3年，再加上登记手续费，一共是18块6毛。竟然这么便宜，18块6毛是吧？我这儿有黄金，不知道能不能折算成现金抵扣。黄金？你没在开玩笑吧？现在谁还用黄金呢？那现金和粮票才管用呢。同志，你看，这是1000克黄金，按现在的市价，少说也能换200多块。我不仅要承包那120亩地，周边从野猪沟到树林面的零散荒地，也一并承包了。剩下的钱啊，就当预付后续5年的管理费，你看够不够？够，太够了！这1000克黄金，别说承包120亩了，就是再承包200亩也够了。不过，同志，你这黄金哪来的？不能是来路不正的东西吧？您放心，都是正经来路。我父母以前是做小生意的，攒了点黄金，跟我当傍身钱，现在刚好拿出来用，总比放着吃灰强，你说是吧？好，我这就给你登记，你把姓名和知青编号报一下，然后再确定一下承包土地的边界，一会儿签个字就可以拿承包合同了。我名字叫林峰，知青编号1973089，边界就是我刚说的那些。好，比我预想的还大了20亩，连带着松林边藏着浅层铜矿的一小块地也划了进来，还真是未来可期。林同志，这合同你拿好，这黄金折算后剩下来186块3毛，你这魄力啊，真不小啊！在知青里啊，我还真没见过。不过这放着好地方不选，选这块荒坡，还一次性付这么多钱。谢谢您同志，以后还麻烦您多多关照。这荒坡地啊，看着不起眼，往后说不定能出效益呢。走了。真是奇了怪了，这放着好地不选，选了个荒坡，还拿黄金当零花钱。现在年轻人呢，真是搞不懂。算了，反正合同也签了，钱也交了，随他怎么折腾吧。果然和地图上标注的一样，这里表面是薄土，其实地底下藏着铁和铜矿的痕迹。从今天起，这100多亩地就是我的了。等过了政策缓冲期，先搞开垦，掩人耳目，再慢慢转到矿产开发，这往后的路啊，算是彻底的稳了。大家伙先停一停啊，我有件事儿要跟大家商量一下。我打算雇一些乡亲们去帮我开垦几块地，就在海清岭山脚下那块向阳的荒地，土层厚离河近，好打理，所以我想雇一些有力气的汉子，每天跟着干活，绝不白干，完工啊就给钱。林同志，那个荒地俺知道，那个石头多不说，冬天冻得硬邦邦的，开垦起来费劲的很，你费这劲干啥？就是啊，这眼看天要下雪了，这地里也种不了庄稼，这开垦出来要是在这荒着，这不白折腾？是啊，不会让俺们白干活吧？这年头哪有那么好的事儿？还没干活就给钱呀你？大家伙放心啊，我雇人啊肯定不让你们白干，不管这地啊以后做什么，只要大家伙跟着我好好干，一天管2顿饭，月底除了工钱以外，还有额外的奖金。现在报名的，我一会儿就给定金。要是干满1个月，尾款1分都不少。哎呦，好，林同志，俺信你，俺报名，俺力气大，开垦荒地，俺在行。俺也报名，正好家里缺份挣钱的营生，只要挣钱，不管多累，俺都干。感谢大家伙对我的信任啊！咱们明天一早就在海清岭那块荒地集合，我带着工具，咱们争取啊早日把那几块地给开垦出来。好，放心吧，林同志，明天俺们准到。好，明天见啊！好，林同志，你开垦荒地到底是为了啥呀？等政策下来了，你就知道了。到时候那片荒地就不只是荒地了。
来了！林同志，这荒地我打小就知道，石头多，土地又薄，你到底让我们来这儿开荒种啥呀？别到时候白费功夫了。就是林同志，你看这土，一敲一个疙瘩，连长个草都难，更别说种什么东西了。哎，大伙别着急嘛，我来这儿不是为了种地养东西啊，而是为了采矿。哦，采矿！你看啊，咱海清里看着荒，实际上地底下藏着宝贝呢。啥铜矿、煤矿，要是开发出来了，比种啥都强。采矿？您没开玩笑吧？这采矿是国家的事儿，咱老百姓哪懂这些呀？就是呀，林同志，我们连矿都没见过，那去哪儿找？万一我们挖半天啥都没有，那不白忙活了吗？哎呀，大伙先别着急嘛，采矿不是让你们现在就挖，而是教你们一个简单的方法。那看土，认矿。你看啊，这个土啊，要是黑色，摸起来还有点油腻感，那大概率底下是个煤矿。这土要是发蓝发绿，还有可能就是个铜矿。真的呀？而那，看到没有？那个土发黄色、红褐色，还有一些亮晶晶、黄澄澄的小颗粒，那大概率啊，就是一个金矿。金矿！哎呦，好，我明白了，就是开这些石头的荒呗。哎，对，就是这个道理。我明白了，就是开这些石头的荒呗。哎，对，就是这个道理。后面啊，大家伙拿着工具来这块荒地啊，把土啊都给收集起来，然后各自标记好位置还有深度。到时候咱们先把这个底给摸清楚。那林同志，那这家底都摸清楚了，那咱啥时候开始挖呀？这采矿的事儿不用跟公社说一声吗？别着急嘛，等政策下来了，一切都光明正大的。到时候不光咱们挣钱，整个海清村都跟着沾光。哎呦，对，好。虽然不知道政策是个啥玩意儿，但是俺相信你，不就是找土样记位置吗？俺保证给你摸的明明白白的。哎，对，不就是记录土壤吗？哎呦，你就放心吧啊！行，那咱开始，走，开始干！哎呀，现在就差政策了。就是今天，按系统上报告的时间，政策肯定批下来了。这半个月来，让村民们去摸查矿产的分布，就是为了今天。等政策真的批下来了，煤矿、铜矿还有那处金矿，就可以名正言顺的开采了。到时候，不仅我可以翻身，就连跟着我一起干的村民，都可以过上好日子。哟，这上面写的是真的，咱海清岭能开矿了。可不是嘛，这盖着公社红章呢。据说咱们这是试点，允许村民组织开矿产。哎呀，还可以算工分换钱。哎呀，太好了，这下可太好了，咱不用光靠打猎和种地赚钱了，这开矿也能赚不少啊。允许边缘区域开展矿产开发试点，鼓励村民以合作社形式参与，给予政策扶持，矿产收益按比例分配给参与者。下来了，政策终于下来了！好，咱们能名正言顺的采矿了，咱们的好日子马上就要来了。林同志，原来您之前说的政策是这个？哎呀，你可真有远见啊！俺就说林同志，那肯定不会让咱们白忙活嘛。之前摸查的那些矿点，那现在就能用啊。对，明天啊，咱们先把摸查好的矿产分布汇总，然后先从煤矿下手。煤矿好开采，采出来的煤啊，不仅可以卖钱，还可以给家家户户供暖，一举两得嘛。听林同志的，明天咱就开工。对，跟着林同志干，那准没错。不应该啊，明明是按照地图上的位置去找的矿点，可这几天挖出来的煤怎么才这么点啊？王大壮他们每天干活已经够卖力了，每天天不亮就出去挖煤，可是这2天每天最多也就大概挖出来2筐煤。哎呀，按理说这个浅层煤应该是挺好挖的呀，怎么才出来这么点煤呢？难道说是器具不行？看来这农家工具还是不行。如果要是有凿岩机或者是破碎机就好了，这个效率啊至少能翻10倍。可是这个年代上哪儿去找这些机器呢？物品兑换
系统新增兑换选项。什么？电动凿岩机、挖掘机？哇，系统，你真是不看这个年代啊！这个年代别说用了，光是把它拿出去，别人就会把我当特务一样抓起来。系统，你能不能给点实际的？就是掏出来以后不被人当成怪物的东西啊。更换选项。偶遇国营采矿队，还有专业设备，这个行啊！打个野猪还不简单？现在就去。现在可以兑换了吧？兑换成功，宿主需在明日下午3点至5点前往海清岭东侧的山路口等候，届时国营采矿队将因特殊情况途经此处。行，明天下午我准时去的。都4点了，怎么还没来？再等等，还有1个小时呢。哎，来了！检测到国营采矿队，触发互动剧情。哎，几位同志，你们是采矿队的吧？这大冷天的，咋往这儿来了？我们是国营青海第1采矿队的，要去海清公社汇报工作，这刚好经过这儿。同志您是？我叫林峰，是附近安置房的知青。我看几位脸色不太好，是遇到啥事儿了吧？哎呦，别提了，我们队里财务的包被偷了，里边装着全队的工资和经费，还有重要的报表，我们找了一路都没找到。现在天快黑了，我们打算找个地方过夜，明天再去公社报案。我是队长，叫赵刚，本来想着呀往知青安置房方向走，看看能不能借宿，可是又害怕打扰到。哎呀，不麻烦，我住的那个地方离这儿就没多远，还有2间安置房，你们就住我那儿，正好还有些热水和吃的，先填点肚子。真的吗？太好了，我们呀正愁着晚上没地方去呢，你这可帮了我们大忙了。哎呀，不客气了，走。哎，来，大伙先吃点肉干垫垫肚子啊，肉汤已经炖上了，一会儿就好。哎，吃。林同志啊，有心了。这我刚才在路上听说你也在搞矿产开发。是啊，赵队长，就是缺专业设备和技术人员，开采的效率实在太低了。这不巧了吗？我们这次呀，本来就是打算去海清公社做调研，去看看周边有没有新的矿点呢。哟，那是挺巧的。哎，赵队长，你们要是有空啊，也去帮我看看。要是咱们能合作上，那就是双赢啊。行，那我们明天啊，先去公社报案啊，然后就过去看看。如果矿点真的有价值的话，说不定我们队还能跟你合作呢。哎，赵队长，实不相瞒，我当时啊承包这片矿产的时候啊，就没有想过拿锄头、铁锹一点点的慢慢凿。你看我这个屋里边该换的都换了，现在啊就差专业的设备来帮我撑场面。我这个屋里边该换的都换了，现在啊就差专业的设备来帮我撑场面。要是咱们能够合作上，雇佣费绝对不会亏待大家，肯定比你们在队里面拿的死工资高。到时候具体的数字我们再详细的谈。行，林同志倒是很爽快，不过还是得看一下矿点价值啊。我懂赵队长的意思，实地考察呀是应该的。不过我也知道你们这财务包丢了，全队的工资经费都没了，这马上就要过年了，满打满算就不到1个月的时间。要是找不回来啊，兄弟们回家面对老婆孩子脸上也不好看。要是你们愿意跟我合作，我在这儿提前给大家发这个月的工钱也不是不行。今天说定了，明天我就去公社取钱，绝不会让兄弟们空着手等。林同志考虑的倒是周全，不过还是那句话，先看看矿点价值，毕竟没摸清情况，我也不好替兄弟们去做决定啊。行，赵队长是实在人，那咱们就先不说这些了。肉汤应该炖好了，我去端过来。大家先吃饱肚子，咱们有话边吃边聊。哎，好。队长，这林同志一看就是爽快人，而且不差钱。咱们队啥情况你也知道，就算找到公社，这年关钱也未必能解决。就是呀，赵队，咱们有技术有设备，跟谁干不是干？林同志这儿不仅提前发工资，还说了雇佣费也比队里高，这好事儿上哪儿找去？行，那就看情况吧。哎，来喽！来，我还在里面啊放了点葱花香菜解腻。还有这个酒啊，是我拿猎物跟老乡们换的野山酒，
度数不高，天冷啊，大家喝点酒暖暖身子。行，来，我给大家分酒。来，林同志来一碗吧。行，陪兄弟们必须得喝一碗。好嘞。林同志，你说的专家啥时候来啊？急啥？该来的时候自然就来了。这不来了吗？林同志，我们来了。赵队长，你们来的可真快啊！我正跟大家伙说你们呢，那个事情处理的怎么样了？丢钱的事儿已经报公安了，不过能不能找到就看造化了。对，先不说其他的，我先看看地吧。就在这儿。就这儿。林同志，你这地儿找的也太好了，这土层下面的矿藏脉络清晰，而且这煤质也比较纯，这比政府规划那个试点矿点啊，这条件要好太多了呀。这采矿的活我们队包了。啥包了？之前这活儿林同志说了让我们干的，你一句话就给包了，我们不同意。不行，这活儿我们得干。就是我们这几天清理石头、收集矿样，那也不少出力。凭什么说换队伍就换队伍？难道要把我们辞退吗？俺不同意！不同意！大家伙别着急嘛，我可没说要辞退大伙儿。赵队长，你看能不能让村民们也加入进去？他们虽然说没有接触过专业的采矿设备，但是力气大，熟悉地形，你们多教一点，以后肯定能上手。至于工钱呢，我之前跟他们说的不变，还是1天管2顿饭，月底结工钱，你看怎么样？我寻思多大事儿呢，这人手啊肯定是越多越好啊。这采矿本来就需要人手，而且这个设备的操作基础要求啊，我们保证教到位。只要大家肯学，咱们一起干活呀，肯定效率更高嘛。这真让我们一起干，还让我们学这先进设备。那还有假呀？来，小周、小吴，你们跟我回队里去拉设备。小王、小刘，你俩留在这儿，给乡亲们讲一讲咱们那个采矿的一个注意事项。咱们下午就开工。好嘞，走。咱也别闲着，把这设备的位置给它腾出来。走，快点走。这样采矿路才算是正式步入正轨。林同志，好消息，天大的好消息！赵队长这是挖到宝贝了，看给你高兴的，脸上的煤都忘擦了。顾不上，根本就顾不上，你是没上矿上看呢。这今天咱们的挖机一挖，那煤层的深度比咱们想象的还要厚呢。这短短半天呀，就运了20多筐煤呢。你看这个，这煤啊，火烧起来旺得很，咱们公社里的煤渣肯定愿意收。还有这个，你看，这是金矿。对，就是金矿。虽说只是半升矿，但是啊，产量不低。等咱们摸清了矿脉的脉络呀，到时候不光有煤有铜，还有黄金呢。这个矿点是比我以前带过的任何矿点都要好呢。太好了，赵队长，辛苦你了。照这个进度啊，等到年底的时候，我们就能积攒不少开好的矿产。不辛苦，这么好的矿点，再加上兄弟们能提前拿到工资，这兄弟们干活都起着劲儿了。等到时候咱们把挖好的煤矿，还有提炼出来的金子，全部都卖给国家。到时候等拿到钱以后，我一定让大家伙热热闹闹的过个年。行，那我就提前替兄弟们谢谢林同志了。对了，我们肯定加把劲儿，争取年前多挖点煤。到时候不仅能好好吃一顿，这兄弟们还能揣着钱回家过年呢，还能给老婆孩子添点年货。好，有赵队长这句话我就放心了。过2天我们再顺着西边那个矿脉好好挖一挖，说不定啊能挖到新的宝贝。没问题，只要咱们把这矿场做好，往后咱们在这海清岭就再也不愁没有好日子了。行，听林同志的，明天我让兄弟们早点来，争取年前多挖点煤。来了，王同志来了！哎呀！各位乡亲们啊，今天把大家召集来，就是为了表彰咱们海清岭公社矿产开发试点的先进生产者。这首先呢是林峰同志，他带头承包荒地，引进专业的采矿队，年前呢成功为国家上交煤矿50余吨。他呀为咱们公社的矿产开发立下了大功啊！还有国营青海第1采矿队的赵刚同志，他呀带领队员传授专业的技术，
高效开采煤矿，功劳不小。以及王大壮同志，他带领村民学习新设备，组织村民参与开采，也是我们先进的榜样。好，这都是林同志领导的功劳，俺就是使把子力气。林同志，这当初你坚持承包那片荒坡，我还纳闷为什么放着好地不选。现在看来啊，是我眼光浅了。你这眼光啊，咱们公社的年轻人都得向你学习啊！林同志，你可是我们村的福星啊！有了你这煤矿，俺们冬天再也不用受冻了。是啊，林同志，之前还觉得你承包荒地是瞎折腾，现在看来你是真有远见呀！哎呀，王同志，乡亲们，大家可别这么说啊！这不是我一个人的功劳，要是没有赵队长带过来的采矿队的技术和设备，没有王大壮同志和乡亲们跟着一块出力，这个矿也开不起来。还有一件事啊，我之前跟大家说过，只要这个矿卖了钱，我就兑现承诺，这个冬天家家户户的用煤我全包了。我之前跟大家说过，只要这个矿卖了钱，我就兑现承诺，这个冬天家家户户的用煤我全包了。哎，林同志，这是真的吗？太好了，俺家今年本就没攒够买煤钱，手都快要生冻疮了，这下好了，再也不用受冻了。好，林同志，你可是为咱们村办了件大好事儿，需要拉煤的不？我报名。我也去。算一个。林同志，你这是一举两得，既表彰了先进，又为村民办了实事。以后咱们海清林的发展啊，就靠你了。好，发展啊，还得靠大家。咱们这海清岭的好日子还在后头呢。好耶！煤矿50吨，按照国家的收购价，每吨15块，那就是750块。铜矿10吨，收购价80块钱一吨，那就是800。提炼出来的黄金2两，那就是300块。总共是1850块，这样一看，我也是个小富豪了。1980年啊，正是个体户兴起的时候，到时候啊，开一个木材加工厂，海清岭的松木多，做一些家具、农具啊，再开一个小卖部，卖一些油盐酱醋啊、针头线脑的，一定很不错。哎，你们怎么来了？哎，你们怎么来了？快进来，外面冷，来。林大哥，这是我们采的新鲜草药，晒干了给你留了点，能治风寒咳嗽。太客气了。对了，你们最近怎么样？托你的福，之前用你给的地图采草药，换了不少粮票呢。现在乡亲们都知道我懂点医术了。前2天李大爷的小孙子得了急惊风，村里卫生站的老医生不在，我就用针灸和柴胡硬是给救回来了。现在村里谁家有个大病小病，都先来找我姐。前2天收到了家里来的信，说我父母的事情平反了，之前被冤枉的罪名都撤了。这是好事啊，怎么看着不开心啊？可信里说我父母在去年冬天因病去世了，没能等到平反消息。姐，至少爸妈的冤屈洗清了，咱们以后好好过日子，他们也就放心了。别太难过，叔叔阿姨在天之灵看到你们能够靠自己的努力站稳脚跟，他们啊一定会安心的。那你们后面打算怎么办？是回原籍，还是留在这里啊？我们商量好了，不回去了。这里的乡亲们待我们都很好。村里卫生站的老医生说想让我留下来当医生，我想着留下来能帮助更多的人，也算是能对得起爸妈教我的医术了。以后啊需要帮忙啊，比如说采药什么需要工具了，或者说你们卫生站里面啊缺物资啥的，就随时联系我，不用客气啊。要是能有更多的药就好了，这里的路可难走了，每次都要等好久才能到。
有时候病人的病都好了半个月了，药还没到。对呀，林同志，你怎么了？要想富，先修路啊！我怎么把这茬给忘了？林同志，你说什么？哦，我是说，要是把从海清岭到公社这段路给修平整，这样以后啊，运草药还是运矿产都会很方便。我准备啊，拿出一部分钱去跟公社申请，把这条路给修了。真的吗？那太好了。我明天啊，就去找公社的老王同志申请啊修路的这个事儿，争取啊在开春前就动工。路修好了，工厂小卖部也能提上日程了，好日子还在后头呢。林同志，你来的正好，我正要去找你呢。怎么了？找我什么事儿？有你的信，看地址啊，是从你老家来的。啊？老家的信？嗯，我都好几年没收过那边的信了。好，太好了！什么事儿这么高兴啊？信里写的啥？是好事儿，那个整我的干部被抓了，我能回去了。那你这是准备回去？你老家那边条件肯定比这荒山野岭强，回去了说不定能找个安稳工作，总比在这儿风里来雨里去的强。回不去，也不想回啊。王同志，你可能不知道，我打小就是孤儿，老家早没什么人了，回去啊也是孤身一人。再说了，你看，在这海清岭有煤矿，有铜矿，我自己找到了能扎根的路子，靠本事赚了大钱。还有能和我一起奋斗的乡亲，比回原籍守这个空房子呀强多了。我为啥要走啊？比回原籍守这个空房子呀强多了。我为啥要走啊？好，说的太好了，真是说到我心坎里去了。林同志，你不仅有远见，还这么重情义。海清岭能留住你这样的人，是咱们海清岭的福气呀。哎呀，王同志，您别夸我了，我就是想在这儿好好过日子。咱们还是说说我今天来的正事儿吧。啊，我想捐钱给海清岭修条路。修路？你说的是真的？那可不是小钱呐。我知道，我是想好了才决定的。您看，这里大概有500，要是不够的话，后期我再补。就是不知道修路的流程该怎么说，得跟公社申请哪些手续，想请您指条明路。流程的事儿你放心，我这就给你正式申请，下午就报给县公社，年前就能审批好，开春就动工，保证让这条路啊顺顺利利的修好。有您这句话呀，我就放心了。只要把路修好，让乡亲们的日子过得更方便，花多少钱我都愿意。林同志，你可真是为咱海清岭办了100年大计的好事啊！等路修好，咱们办个隆重的合龙仪式，让大家伙都知道是谁为咱们办了这大好事。好，您多费心。要是采购建材、找工人有啥紧缺的，随时跟我说。你放心，这钱啊，我肯定专款专用，每一笔支出都记在账本上。等路修好，拿给你过目。对了，王同志，还有个事儿啊，得麻烦你。海清岭西北侧挨着松林边缘的那片荒地，我也想一并承包下来。您帮我看看，这100块钱够不够？哦，那片地大概有80亩，按照政策，每亩每年还是5分钱的管理费。先交5年的话，算上登记费也就24块2毛。你这100块钱，别说承包这片地，就是再包2片都够啊。够就行。那您帮我登记一下，拟个合同吧。还剩75块8毛，你点一下。不用点了，我信得过你。那我先走了。哎呀，现在荒地多了，那效率也得跟上，要不然开春想扩大规模根本不够啊。可这效率该怎么提升呢？物品兑换系统新增兑换选项：选项1， 20元现金兑换进口大型采矿机，含运输服务，需自行协调存放场地；选项2， 20元现金兑换天降好运。触发剧情：赵刚成功说服原采矿队工人加入，优先开采宿主承包荒地矿脉，并向上级提交合作开发报告，大概率获得批准。
进口采矿机，这个太不切实际了，还是2靠谱。要是赵刚能够说服原队的工人加入，再拿到上级批准，这采矿效率肯定就能直线上升。兑换成功，剧情已触发，赵刚将在24小时之内与宿主联系。接下来就等赵刚的好消息了。这天都黑了，赵刚今天应该是不会来了。林同志，好消息，天大的好消息！来，先喝口热水，暖暖身子。这么着急，是什么好消息让你这么高兴？我今天回队里跟兄弟们说咱们矿场的情况，还提出了合作开发的想法，你猜怎么着？看你这个样子，肯定是成了。何止是成了，我把咱们矿场的煤层厚度、铜矿纯度，还有你给的工钱标准一说，兄弟们听了眼都直了。之前还琢磨着过年回家的人，现在全改了主意，都说不回去了，留在这儿挖矿呢。过年不回家，这感情好啊！还有啊，我跟队里的老周、小马他们算了一笔账，如果跟你长期合作的话，兄弟们每个月能比在国营队里多拿3成工钱。我已经写了合作开发报告，明天一早就往县矿务局递，按咱们矿点的条件，批准肯定没问题。正好，我也有好消息要告诉你。我今天去公社签合同，把松林园边缘那80亩荒地全给包下来了。以后咱们矿场不管是扩大规模，还是放设备，或者搭建临时工棚，都有地方了。喏，真的呀？那地方我去看过，资源也都丰富的很。林同志，你这眼光还真是毒辣呀！哎呀，既然兄弟们过年不回家，那咱也得拿出诚意来。从现在开始到正月15，凡是过年不回家的工人，他们的工钱全部按双倍结算，就当是弥补了兄弟们过年没有见到亲人的遗憾。双倍工资，林同志，你这也太实在了！现在就回去跟兄弟们说，他们估计得开心的跳起来。我保证把兄弟们都拢住，年时咱们再冲一波产量，争取明年开春突破150吨。好，回去的路上注意安全啊！伙房那边缺什么物资，你就直接跟我提，千万别委屈了兄弟们。知道了，走了，慢点啊！既然大家都这么拼命，那我也得为兄弟们谋福利啊！除了能给钱以外，还有什么能给他们呢？物品兑换系统新增低成本民生兑换选项。选项1，5元现金兑换50双防滑胶鞋；选项2，8元现金兑换100件羊毛背心。这个防滑胶鞋好呀，刚好能解决矿场上干活打滑的问题。这个羊毛背心就更不用说了，这零下10几度的天，兄弟们在野外采矿，没有一件暖和的打底，再厚的棉袄也透风。5、6、7、8，这2个加一起才10几块钱，还没有矿场1天的收益高呢。2个都要了。但是这些东西放哪儿呢？是否消耗1元现金，解锁随身储物格功能。功能说明：储物格可压缩存放所有兑换物品，不占用现实空间。需使用物品时，点击对应格子即可取出。这个东西好啊，以后要是再换点什么物资，也不愁没地方放了。兑换，兑换成功，50双防滑胶鞋、100件羊毛背心已生成，已收纳至储物格中。太好了！之前还担心换大型采矿设备没处藏，现在不管是胶鞋、背心，还是以后换工具物品，直接往储物格里一放，什么时候用什么时候取，既不占地方，还不怕被人撞见。明天去租一辆货车，等开到没人的地方，将胶鞋和羊毛背心一放。如果赵刚问，就说我从城里拉的，反正他也没处对账。都出来吧！这储物格可真方便啊，一点都不占地方。走，给兄弟们送暖冬礼去。这该死的鬼天气，冻得手都握不住镐头了，这脚还滑得很。昨天老李差点摔进矿洞。可不是嘛，我这破鞋早就该扔了，要是有双防滑的胶鞋就好了。是啊，这不是林同志吗？他怎么开车过来了？大壮，林同志，走，好嘞，走看看去。来，林同志，
这不是最近天气越来越冷了吗？看大家在矿上干活又辛苦，我给大家带了点东西，每人一双防滑胶鞋，一个羊毛背心，贴身穿暖和，别冻着身子啊！哎呀，林同志，这么多东西都是给我们的，这胶鞋多结实，这背心多暖和，这得花不老少钱吧？钱的事儿不用你们操心，只要大家干活舒心、安全，比啥都强。哎，赵队长，你帮我把东西给大家分一分。哎，人头来，每人都有。林同志，你这真是雪中送炭呐！刚刚兄弟们还在念叨着缺一双防滑鞋，今天就送过来了。对，你这心也太细了。来，太好了，这鞋底儿又厚又防滑，以后再也不怕摔了。谢谢你啊，林同志。我活了50多岁，还没穿过这么软和的羊毛背心。林同志，你对我们太好了。林同志，您不仅有本事，还照顾兄弟们的冷暖，以后您指哪儿俺打哪儿，绝不皱下眉头。你们说是不是？对，这都是我应该做的。大家都是一起干活的兄弟，互相帮衬是应该的。只要我们好好干，以后的好日子还长着呢啊！哎，好。年后的矿场连轴转了半个月，距离150吨总目标还差20吨。今天呀，省里领导要过来视察，这可是矿场露脸的好机会，可得好好表现表现才行。这可千万不能掉链子。在这个人脉比金钱还重要的年代，不管是开工厂还是要开小卖部，都得让上面的人看到你的价值才行。警告！警告！因矿场噪音过大，惊醒冬眠黑熊。黑熊正沿矿场小路往南移动，预计15分钟后抵达山脚。据省领导预期，还剩10分钟。紧急兑换选项：50元现金兑换地点传送功能，可将宿主瞬间传送至指定地点，限10分钟内使用。是否立即兑换？黑熊还往领导来的路上去了，这要是出事了，别说让矿场露脸了，这可是要有大麻烦的。啊，兑换。定点传送功能已激活，请宿主选定传送地点。传送地点：海清岭矿场山脚，领导必经的那棵老松树下。到了。听说这海清岭的矿场是个知青带头搞起来的，年纪轻轻这么有魄力，值得好好看看。是啊，张书记，我们这次来就是要重点考察民营矿场的。这声音是熊，保护张书记！张书记小心！没事吧？同志，你是张书记，你好啊！我是这个海清岭矿场的负责人，我叫林峰。刚才看到有这个熊掌的印记，就顺着跟过来了，还好来得及时，没让他伤着你们。多亏了你啊，同志！再多玩1秒，后果不堪设想。兄弟好枪法，这熊少说也有300来斤，你居然能做到一枪毙命！好小子，不仅能带头搞矿场，还这么勇敢果断，而且这枪法还好。我听老王说过你，承包黄坡开矿。给村里捐钱修路，年纪轻轻这么有担当有远见，是个好苗子。张书记，您过奖了，给村里的人做事是我应该做的。这个矿场呢，还在起步阶段，以后啊还得指望您多指导指导呢。好，咱们去矿上看看。哎，这矿上有你负责呀，我就更加有信心了。说不定啊，你的矿场将成为全省民营矿场的示范点。行，走。小林同志，今天在山脚多亏了你啊，要不然我这身子骨经不起那黑熊一扑啊！哎呀，这杯酒我得敬你。哎，来，哎呀，张书记啊，您太客气了，保护您啊是应该的。再说，我是矿场的负责人，保护矿场周边的安全是我应该做的嘛。张书记啊，您是没亲眼见小林呐搞矿场的能耐。他不仅啊提前承包了藏着矿的荒坡，还请了专业的采矿队。现在矿场啊每天能出2吨煤呢。这年前呢还主动出资为村里修了路。这样的眼界和胆识啊，咱们公社的年轻人里找不出第2个呀。是啊，张书记，这林同志啊还心疼我们干活冷，特意给大家伙发了那个防滑胶鞋，还有羊毛背心。现在队里的兄弟啊干活那是卯着劲儿呢。好，有责任
有能力，还懂得体恤人。像这样的年轻人就应该多给机会。我这次来，除了考察矿场，还有个重要的事，开办肉类加工厂。最近省里鼓励搞特色产业，海清岭有大片牧场，牛羊肉产量足，我就琢磨着在这开办一个加工企业。没想到小林同志把矿业规划得这么好，看来这事交给你，我放心了。检测到关键人脉机遇，新增兑换选项。选项一，消耗张书记好感度，锁定牛羊肉综合加工厂开办资格。选项二，消耗张书记好感度，锁定乳制品工厂开办资格。当然是肉制品工厂了，大家对于肉类的需求量更大，有买肉的钱，肯定先紧着买肉。这个乳制品加工厂等以后再说。兑换选项一，兑换成功，牛羊肉综合加工厂机遇已激活，将同步触发张书记主动邀约剧情。嗨，小林啊，我突然想起，省里正好有一个基层产业扶持名额，专门给那些能带动乡亲增收的项目啊，就是我说的这个牛羊肉加工厂，不知道你有没有兴趣啊？张书记，那真是太好了！如果说这个牛羊肉加工厂能够办起来的话，我一定好好干，绝对不会辜负您的希望，也不会让父老乡亲们失望的。好，有你这句话，我就放心了。明天我叫秘书把那扶持政策的文件给你送过来。需要公社协调的事，尽管找老王，争取1周后去动工。年底第一批牛羊肉产品上市。好，太好了！牛羊肉加工厂属于民生类产业，不仅能享受到3年税收减半，还能申请设备采购补贴。但工厂刚建成，肯定得操不少心。之前跟赵刚说让他全权负责矿场，现在看来这个决定没错。我这边就专注工厂的事儿吧。还有就是这个位置现在要办工厂，常跟公社和省城的人对接，再住到这儿确实不方便，离未来的工厂和公路也远，来回跑太费时间，是该搬家了。检测到宿主改善居住需求，新增兑换选项。选项一，消耗5000克铜矿矿石，兑换海清村中心院落，距离供销社近，生活便利，但离工厂选址较远。选项二，消耗8000克煤矿矿石，兑换公社旁2层小楼，带独立仓库，适合存放物资，距工厂较远。选项三，消耗3000克黄金，兑换省城近郊林路宅院，青砖瓦房5间，带后院，距工厂规划选址仅2公里，离省城主干道5公里。离工厂近，到省城方便，这宅院简直是为现在的需求量身定做的，就它了。这玩意儿这么沉，肯定有3000克了。兑换成功，房屋所有权已登记，宅院地址海清岭东侧，省城近郊向阳路8号。有了这处宅院，以后去工厂不用早起赶路，跟省城来的设备商、经销商对接也方便许多。今天收拾收拾，争取明天就搬去新家。这也太气派了吧！比那个知青安置房强100倍。哇！哎呀！哇！嘿呀，这屋里还配个电视机，还是全新的。要知道这年代的电视机可都是稀罕物呀。哎呦，这家具啊也太齐全了，就连衣柜都给配齐全了。这系统啊也太贴心了，住在这里啊可比住在城里的国营招待所舒服多了。不过现在住宅有了，就差1辆车了，该买什么样的呢？物品兑换系统新增兑换选项。选项一，消耗50元现金兑换桑塔纳轿车。选项二，消耗30元现金兑换吉普卡车。嘿，刚念到这要车，系统就出选项了，这才对嘛。这个吉普卡车平时工厂拉个设备，矿场运点物资都很方便。这个桑塔纳轿车够高调，平时出去谈生意撑场面最合适，2个都要。这2辆车全都要了。吉普车啊放在院子里，现在筹备工厂正用得上。这个桑塔纳嘛，先放进储物格，等正式谈合作的时候再开出来，既不耽误事儿，又不会太扎眼。兑换成功，
吉普车已放于院内停车区，桑塔纳已收至随身储物格，取出后可直接使用。哎呀，哇，哎，这吉普车呀，就是实用，拉几台工厂的屠宰设备都没问题。系统，帮我把吉普车收回，把桑塔纳放出来。哎呦，这桑塔纳就是气派，过几天啊，去见经销商就开这辆，绝对够面。这2辆车啊，算是都买对了。现在啊，住宅有了，汽车也有了，接下来啊，就专心把牛羊肉加工厂办起来。等工厂投产，这日子啊，才算是真正的稳了。您好，我是海清岭牛羊肉加工厂的林峰，和王经理约好了，今天来谈合作的。张代表，您又来了，王经理特意交代过，您来了直接带您上去。那就走吧。您和张代表跟我一起来吧，王经理正在办公室等着呢。刚听说你是什么海清岭的，一个小地方听都没听过，也敢舔着脸来这儿？我们恒通食品厂可是省城老牌企业，不是你们随随便便的小工厂能比的。我劝你啊，早点回去。行业不分高低，能不能成，看的是实力，而不是嘴上说的经验。真是井底之蛙，等着一会儿丢人现眼吧。请。王经理，您看，这是我们恒通最新的合作方案。我们新增了2条熟食加工线，还和3家牧场签了独家供货协议，实力绝对没有问题。林同志，我听说你是在海清岭搞矿场的，怎么会突然想起来办牛羊肉加工厂？王经理，这是我们矿场去年的产量报表，还有牛羊肉加工厂的规划。海清岭有2000亩的天然牧场，每年出栏牛羊5000多头，肉质紧实，没喂过饲料，很适合做鲜肉和熟食加工。而且我们已经拿到了省里的特色产业扶持名额，后续设备和技术都会逐步完善。林同志，不是我泼你冷水，这搞矿场和加工厂是两码事儿。我们经常合作的都是国营肉联厂，或者是像恒通这样有成熟体系的企业。你说你一个知青办的小厂，风险太大。王经理说的对，谈合作还得看实力。我们恒通和省城10多家商超都有合作，只要签了合同，保证3个月内铺满货架。不像某些小厂，能不能开起来都不一定。王经理，这是我们海清岭的特产，肉干呀是用松脂熏的，没放添加剂，越嚼越香。这坛酒是老乡用自家种的高粱酿的，度数不高，喝着不上头。您尝尝，也算是了解一下我们海清岭的食材品质。有心了，不过呀，我还是更倾向于和恒通这样有经验的企业合作。王经理，不好了！刚才医院打电话说，您母亲在院里晾衣服时摔倒了，邻居已经送到市医院了，人还没醒，让你赶快去。怎么会摔呢？早上出门还好好的。您先冷静，只有调整好自己的状态，才能更好的面对事情。王经理，咱赶紧把合同签了，就几分钟，也当不了您看老太太。签什么签？我妈都这样了，你还想着合同？张代表，您有这份敬业精神，真的很佩服啊。王经理，骑自行车太慢了，市医院离这里5公里，我送您过去吧。这是你的车？对，不就是辆破车吗？有什么了不起的？我们老板开的是进口轿车。王经理，别耽误时间了，快上车。哎呀！大夫，我妈怎么样？家属是吧？对。病人刚做完脑部 CT， 轻微脑震荡，现在已经醒了，身体没什么大碍，还需要静养。啊，那就好，那就好。林同志，刚才真是太谢谢你了，要不是你开车，我还不知道我晚多久才能到医院，说不定。王经理，您别这么说，换做任何人都会去帮这个忙的。老人家没事就行。
王经理，可算找到你们了。您看，您母亲现在也没事了，要不你把合同签了，我还回去交差呢。签什么签？我母亲刚醒，你就追过来要合同？你眼里除了生意还有什么？就你们这种态度，我们公司绝对不会考虑和你们恒通合作。你现在走吧，别打扰我母亲休息。王经理，我们恒通的实力，您明明是知道的。滚！以后不要再来这里了。王经理，您……林同志，让您见笑了。之前是我小看你了，觉得你们搞矿场的都只是会下力气的大老粗，不懂做生意的门道。现在看来是我的偏见太深了。王经理，别这么说，换做是别人也会这么想的。本来呢，我就是矿场起步，牛羊肉生意啊，也是在摸着石头过河。不一样。你不仅有魄力，还细心。你们牛羊加工厂的合作呀，回去之后就跟公司班子开会讨论，一定给你一个靠谱的答复。咱们的合作呀，要是真谈成了，我保证你们的产品在省城的销路，我帮你们打开。好，那就感谢王经理了。等您母亲稍微好点，我再带着牛羊肉过来。哎，好，到时候咱们再好好聊聊，我也听听你对加工厂的规划呀。好，说不定我还能再给你提些建议。行，走了，那我就不送了。林同志说今天有大事要宣布，还说设备和肉都要到了。你说咱们的第一单生意能成吗？咋不能成？林同志啥时候让咱们失望过？去年冬天给村里送煤，开春又帮着修山路，他办事我信得过。各位老乡，今天把大家叫到这儿，是有一个好消息要告诉大家，咱们车间屠宰流水线的设备今天上午已经送到了。好，我们跟海清岭牧场订的300斤牛羊肉，下午3点准时送达。我们与省城食品贸易公司的第一单生意，明天就可以正式开工了。好！我知道大家心里都憋着一股劲儿，想要把这第一单生意给它干好。但是光有劲儿还不够，咱们得让省城的客户看到我们丰润的实力，让他们知道我们海清岭出来的东西都是实打实的好货。好。这里边是我制定的一些车间的规章制度，咱们就从大家最关心的月薪开始说。从这个月开始啊，每位员工的基础月薪在原有基础上上调5元，要是月底能超额完成生产任务，再额外奖励奖金10元。好，保证完成任务，那10元奖金就是我的。还有我。大家静一下，让林同志把话说完。后面呢，我们再来说一说这个时间的问题。咱们往后早上8点开始上班，中午12点休息，下午2点到6点下班，晚上绝不安排加班。咱们干活得拼命，但也得顾着身体。只要咱们大家都健健康康的，咱们丰润就可以长长久久的办下去。只要咱们大家都健健康康的，咱们丰润就可以长长久久的办下去，才能让更多的老乡跟着挣钱。好，林同志，你真把俺们当自己家人呐！俺之前在山上挖药，一天挣的钱都不够买半斤粗粮，现在你不仅给我们稳定的工资，还想让俺们歇着，俺没啥本事，但我绝对保证不会让你失望的。俺也保证每块肉啊洗得干干净净，每包包装检查3遍，绝不让杂质混进去，丢了咱海清岭的脸。感谢大家的信任，咱们都是从海清岭出来的，往后就是一家人。咱们不仅要让客户满意，还要让他们知道我们丰润的员工都是最靠谱的。明天开工，咱们大伙一起把这第一炮给它打响。好。这才完成第一单，生意就这么火爆。看来王经理没夸大省城的供货市场需求。同志，给我称2斤鲜肉，我要那个肋条部分。家里孩子今天晚上吃饺子。也给我来1包那个肉干吧，上次买的那个5香味的特别好吃，我家老头子说比供销社的都好吃。你没尝过他家的鲜肉，昨天我用它炖了萝卜，那汤鲜得很，我家老头子连喝了3碗呢。它比之前那个供货上的肉嫩多了，一点也不柴。可不是嘛，我家那小子就喜欢吃这肉干。
今天特意早点来，生怕又卖完了。你看这才5点多，肉干就剩这么点儿了。上次我来晚了一步，连渣都没摸着。两位婶子，我是刚从海清岭那边过来的，我想请问一下，这家肉铺每天生意都这么好吗？小伙子，你也是来买肉的吗？那你可得抓紧排着了。自从上个月换了供货商之后呀，这家店的生意天天热闹得很，尤其是那肉干，到了下午4点，有时候就没有了。算你今天运气好，还能赶上摸个尾巴。听说这新的供货商呀，是海清岭的一家新厂子，他们家的肉呀，每天都是牧场里边现杀现运的，新鲜的很。对。好像是一个叫丰润的，现在呀，我们的街坊邻居啊都认得他家买。那我可得好好尝一尝，多谢两位婶子的告知，我现在就去排队。行，那你排着吧，我们先走了。慢走。按这销量，用不了几天，王经理肯定会主动来谈增加供货量。照这样下去啊，肉厂的收益说不定就能追上矿场了。有什么了不起的？林峰。原来是你！我就说这家怎么突然换了供货商，原来是你搞的鬼！张代表，说话要讲证据。丰润能拿到供货资格，靠的是实打实的肉质和产量，而不是靠耍什么手段。实打实？如果那天王经理签的是我们恒通的合同，现在赚钱的就是我们厂，你不过就是投机取巧，趁着王经理家里人出事，装好人才骗来合作的机会。张代表，王经理选择和谁合作，看的是企业实力。其次，在别人的母亲遇到事的时候，还想着签合同的人，根本没有资格谈诚信。恒通没有拿到供应资格，与其在这里指责别人，还不如好好提升一下自己。你，你干嘛呢？人家小伙子好好的，干嘛打人？就是，这家店的肉这么好，人家供货商肯定是靠谱的，也不知道你在瞎嚷嚷什么。不买别造谣。矿场这个月盈利920元，肉厂首月盈利680元，这个月一共赚了1600块钱。肉厂才刚刚起步就有这收益，照这个势头，不到半年的时间就能赶上矿场了。这都这个点了，会有谁来啊？林同志，王经理。这么晚您怎么来了？快坐，我给您倒杯水。看你屋里还亮着灯，我就知道你没休息，没打扰你吧？没有。我今天来找你是谈谈加单的事。白天一直在公司忙着对账，没有抽出时间来找你。林同志，我们合作的牛羊肉第一批在市场的反响太火了。昨天仓库都见了底，今天早上很多商超都过来催货。我这次来呢，一是想把供货量从300斤提到500斤，二是想跟你签一个长期合同。我代表公司想跟丰润签一个3年的独家供货协议，你看怎么样？3年的独家供货，王经理，您这也太信任我们丰润了吧？不是我信任你，是市场信任你。现在省城的顾客都认丰润的牌子。对了，还有个事儿，我得跟你说清楚。要是之后其他的食品公司来找你们谈合作，不管他们出价多少，我们都在这个基础上再加5%。只求你别断了我们的供货。王经理您都把话说到这份上了，我肯定答应您我们丰润能有今天，离不开您的支持。别说是3年了，往后只要咱们合作的好，就可以继续往后续约。好，来。这个是加单之后的预付款500元，您先拿着周转，后续的款项我会让财务那边按月打到你提供的账户上，绝不拖欠。好，谢谢王经理，我保证按时供应，绝不耽误您的销路。好，那我就先走了，你先忙，不用送。慢走王经理。哎呀，这个月盈利1600块钱，再加上刚才这500块钱，一共是2100块钱。拿出一半，
用于肉厂的招工和扩建。那剩下一半用来干什么呢？哎，可以开个连锁超市，就像以后711那种连锁超市，可以卖一些粮油酱醋，再卖一些零食日用，还可以把我们丰润肉干摆上去。一方面是可以方便居民，另一方面还能够拓宽销路。新增兑换选项，选项1，消耗20元现金兑换省城东门菜市场旁门面房；选项2，消耗18元现金兑换省城火车站附近门面房；选项3，消耗22元现金兑换省城中学旁门面房。这几个地方位置都很好。东街菜市场那边可以卖油盐酱醋，这样可以方便居民；火车站那边可以卖零食和肉干；中学旁主攻学生群体，正好能形成互补，索性全买，省得以后再费心。兑换成功，3处门面房所有权已登记，均为精装修空房，可直接入住经营。这下好了，肉厂、矿场、小卖部3管齐下，往后的日子只会越来越红火。明天就去看看这3个门面房，争取早点把小卖部开起来。来，辛苦啊！林同志，你这小卖部选的位置好啊，刚摆上就有人来问价了。你这小卖部选的位置好啊，刚摆上就有人来问价了。大妈，您要买点什么？我们这东西还挺多的，要我帮您找找吗？林同志，哎，苏晴、苏月，你们怎么来了？我跟着卫生所的老医生来这附近给村民们义诊，刚结束就看到这边可热闹了，没想到是你的小卖铺开业了。这才过了多久啊，你就开店了？林大哥，你这小卖部也太气派了吧，比海清村的供销社还整齐呢。这些肉干都是咱们丰润肉厂产的吗？对，肉啊都是肉厂送过来的新鲜货，还有国营食品厂送过来的饼干和糖果。以后附近的居民买东西就方便多了。都中午了，你们才义诊完啊？对，这附近的居民呢有点多，忙到现在才顾得上吃饭。我看他这小卖铺挺不错，你要不要问问他招不招售货员？林大哥，我有件事想跟你说。我姐姐医术好，在卫生所能帮大忙，可我只会一些基础的护理，医术也没有姐姐看得透，在卫生所只能打打下手。我看你这小卖铺刚开业，是不是还缺售卖员啊？我想应聘。缺，肯定缺啊！我正愁没人帮我看店呢，要是你能过来，那可太好了。哦，对了，你要是也认识像你一样机灵、相貌周正的小姐姐，也可以介绍过来。以后我还要再开2家分店，正愁没有靠谱的人手。我之前认识2位老乡，他们在村里卖过菜，人还算实在。我回头问问他们。那要是我来上班的话，月薪是多少？基础月薪啊，我给你20块。月底销售的业绩好，我再给你5块的奖金，每天中午管1顿饭，你觉得怎么样？20元还管午饭？林大哥，这也太多了。之前在卫生所帮忙，1个月才12元，我愿意来。好，我明天就来上班。这下你总算找到适合你的活了。林同志，多谢你照顾我妹妹，她要是做得不好的话，你尽管告诉我。你放心，我肯定不会亏待她的。这2天先熟悉熟悉流程，等货铺完了就可以上手了。紧急预警！张成向省城食品监管部门恶意举报，目前已带领检查人员抵达工厂门口，预计5分钟内进入厂区。新增兑换选项，20元闪现厂区无人角落。张成这是故意找茬，虽然我们厂绝对没问题，但他要是在检查人员面前胡编乱造，说不定会节外生枝。苏晴、苏月，我工厂那边还有一些事要过去处理一下，我先走一步。苏月，你帮我照看一下店，等我忙完了立刻就回来。你快去忙吧，这里有我呢，放心。系统新增兑换选项，20元闪现厂区无人角落。兑换。
王书记，您看，就是这家厂，我接到好多群众的举报，说他们的牛羊肉都是放了好几天的冻肉，而且加工过程也不卫生，这样的肉流入市场一定会吃出问题。哎，先别急下定论，进去看看再说。哎，各位领导，等一等，不是说这小子今天不在工厂吗？王书记您好，我是丰润肉厂的负责人，我叫林峰，不知道各位领导今天过来检查有失远迎。哦，这厂子是你负责的，我可听说过你，海清岭办矿厂、开肉厂的知青。老张跟我提过，他说你办事一向靠谱。怎么有人投诉你不用新鲜的肉？这里面是不是有什么误会啊？王书记，您别听他瞎说，这个人最会装了。群众的举报不会错，他一定是把坏肉藏起来了。张代表，说话得讲究证据。你说我们用的肉都不新鲜，那证据呢？之前我们在省城食品贸易公司里抢合作不成，你现在就开始恶意举报，是不是有点太不光彩？那既然都来了，不管有什么误会，查过就知道了。林同志，麻烦你让工人配合一下，我们要检查原料库和加工车间。老周，把工人们叫到院子里来集合，给领导们腾地儿。哎，张代表，你不是检查人员，没资格进去吧？这种肉厂最容易在肉质上出问题，绝对不会一点问题没有。你小子也就得意这一会儿了。每天的消毒时间和负责人都很清楚，没有问题。加工流程规范，卫生条件达标，原料新鲜，也没有任何问题。王书记，经过检查，丰润肉厂的原料都是当日新鲜送达的牛羊肉，检疫合格，加工流程符合食品生产标准，卫生条件也达标，没有任何问题。啊？不可能啊！怎么会没问题啊？王书记，您看没问题了吧？张成这就是故意污蔑我的。之前我们都跟省城食品贸易公司谈合作，最后公司选择了我们丰润，他就是嫉妒我们厂发展的好才这样的。我相信林峰同志的为人，他之前在海清岭办矿场捐钱修路，那都是实实在在为乡亲们办事，他怎么可能做出这种砸自己招牌的事？领导们，既然都来了，不如去张成所在的恒通食品加工厂查一下。他们之前也给省城的商超供货，说不定能查出点什么。有道理，既然来了，就都查一查，省得以后有人再举报。领导，您不用去，我这就是一时糊涂了。走，去恒通食品厂。王书记，王书记，大家快看呐，这就是之前给商超供货的恒通厂，他们居然使用过期的冻肉，生产车间是满地油污，怪不得我上次买他家的肉干呀，吃着是一股怪味。太不像话了！咱们老百姓买肉就是为了吃得放心，他们倒好拿过期肉糊弄人，查到的好还停顿整改，我看就别开了。婶子，那你现在在哪里买肉啊？这恒通倒了，我们以后去哪儿买肉吃啊？来，尝尝这个，这是海清岭丰润肉厂的肉干，味道好得很。我现在买肉买肉干都认准丰润这个牌子，他们家的鲜肉都是当天从牧场运过来的，肯定没问题。我知道，我上次买了2斤鲜肉，老板还送了我一小包肉干试吃，说不满意就退钱。这么实在的商家，现在真不多见了呀。那我下午就去看看，以后买肉坚决不买那些没良心的厂子的，就买丰润的。味道真不错啊。这个张成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了吧？想靠举报搞垮丰润，没想到反而让更多人知道了丰润的好，这倒成了免费的宣传。林同志，林同志，你咋在这儿呢？他就是丰润肉厂的厂长林同志。你就是丰润的老板吧？太谢谢你了，要不然你们肉厂，咱们老百姓还不知道要吃多少过期肉呢。大叔，您太客气了。我们做食品加工厂的，本来就应该以诚信为本。我们丰润能有今天，离不开大家的支持和信任。我相信我们以后肯定会越做越好，让大家都吃上放心肉、放心肉干。从吃不上饭的穷知青到为民谋利的企业家，诚信2字贯穿了我的一生。丰润肉厂的肉供到了全国。90年代，我又乘上了股票的快船，最终在40岁前成功跻身中国财富榜。